忽然挨了4枪的马奎，因为2只脚踝已然化作烂泥，整个人轰然倒地。而他下意识还想用双手去支撑倒下的身体，可是他却忘了，此时他哪里还有双手，不过就是2根血肉模糊的骨头架子罢了。所以当他用断了的手腕窗口去支撑自己轰然倒下的身体时，巨大的重力给他2条手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与疼痛，疼得他如同一只刚被钓上来的金枪鱼，整个人在地面上拼了命的胡乱扑腾，惨叫不止。大量的鲜血随着他的剧烈挣扎喷洒的到处都是。旁边的阿亮因为离得太近，而被马奎的血溅了一脸一身，整个人顿时吓得双腿发软，控制不住地跪在地上。马奎虽然剧痛难忍，但还是挣扎着向叶晨哀求道：“叶先生，您看我现在已经是个废人了，我求您看在我今年已经60多岁的份上，饶我一条狗命。”叶晨皱了皱眉，反问道：“这么长时间以来被你坑害的那些同胞，有没有跪下来求你饶他们一命？如果有的话，那你又是怎么做的呢？”马奎一下子不知如何回答。这些年来死在他们手里的同胞数不胜数，几乎每一个被害人都会跪在地上，苦苦哀求自己能够高抬贵手，可是自己从来没有为任何一个人心软过。一想到自己一直以来的一贯残忍，马奎似乎已经能够预见自己的未来。他心里明白，自己今日恐怕必死无疑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叶晨开口说道：“如果我只是杀了你，想来那些被你残害无辜同胞泉下有知，一定会觉得不够解恨。所以你放心，在你死之后，我还会继续让你血债血偿。”马奎整个人听得有些目瞪口呆，因为他实在想不明白，若是自己死了，叶晨还怎么继续让自己血债血偿的？他总不能将自己碎尸万段吧？就在他内心不得其解的时候，叶晨开口对一旁的万破军说道：“破军，调查一下他所有的资料背景，把他所有的直系亲属全部都翻出来，然后再调查一下他的那些直系亲属。这些年与他之间的财务账目往来，只要他直系亲属中的任何一个成年人花过他赚来的黑心钱，就把那个人给我绑到叙利亚去，18到70岁之前，不分男女，一视同仁。我要让其在叙利亚劳作一辈子，以此来替他偿还这笔血债。”万破军不假思索地恭敬说道：“好的，叶先生，属下这就安排人着手调查。”马奎一听这话，顿时崩溃地嚎啕大哭。他与梅玉珍、徐建喜几乎一样，都是一个人在外赚钱，养活家中一大家人。不过他比梅玉珍、徐建喜强的是，他早就已经赚到钱，把家人接到了北美，并且顺利拿到了加拿大的国籍。他有3个儿子，老大已经30多岁，目前正在多伦多一家跨国公司工作，已经成家立业。他的2儿子年初才刚刚结婚，至于他的3儿子，今年夏天就要从大学毕业，步入社会。这几个儿子虽然都算不上什么杰出人才，但得益于西方国家更高的人均教育资源以及马奎的超能力，他们每个人都顺利读完了大学。若是按照叶晨刚才所说的方案，马奎这3个儿子往后余生就只能在叙利亚劳作，以此来为马奎偿还血债。马奎怎忍心拖累3个儿子，哭着哀求叶晨：“叶先生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俗话说祸不及家人，哪怕您现在杀了我，我都没有半点怨言，只求您放过我的家人一马，求求您了。”叶晨冷笑一声，问他道：“你听说梅玉珍和徐建喜的事儿了吗？”马奎一脸迷茫地摇了摇头。自从马兰出事，这2人就人间蒸发了，马奎也根本联系不上。
不过马奎心里也很清楚，这肯定是梅玉珍主动断掉了与外界的联系。与梅玉珍合作多年，马奎对她还是很了解的，所以马奎对梅玉珍和徐建喜家中发生的事情并没有任何耳闻。叶晨见他一脸迷茫，便淡淡说道，他们的家人都因为洗钱罪被警方抓获，而他们的非法所得也基本上都被依法查封了。也就是说，他们两个为非作歹这么多年赚到的那点黑心钱，基本上都烟消云散了。你看，20年努力化为泡影不说，还把亲人连累进了监狱，值得吗？马奎心里惶恐至极，而叶晨顿了顿，继续说道，不过他们的家人不会被监狱判刑太久，所以我会在他们出狱之后把他们也弄到叙利亚去，到时候你们3个人的家人还可以在那边碰面。马奎听得瞠目结舌，没想到叶晨竟然还能干出如此断子绝孙的事情。如此的话，这2家人岂不就彻底完蛋，永无翻身之日了？就在他惊恐无比的时候，叶晨笑着说道，挺好啊，你们3个人姑且也能算作是一种同事关系，而你们这种同事关系在你们死后也会传承给你们的后人们。说不定将来你儿子在叙利亚挖防空洞的时候，就会遇到一个新来的小子，那小子就是梅玉珍的儿子，到时候他们2个人一起在叙利亚挖防空洞，好不容易每天工作最少12个小时，好不容易休息了，就可以在一起聊一聊他们父母亲的光辉事迹，想来也确实有点意思。马奎整个人已然崩溃，他哭着说道，叶先生，千错万错都是我一个人的错，我求求你不要让我的妻儿老小为我的错误买单，我大孙子才刚上小学，你不能连孩子也不放过。说着，叶晨一脸善意地提醒道，哦，对了，你放心，如果你的直系亲属还未成年，我是肯定不会对他动手的，我会给他一个正常长大成人的机会。说到这儿，叶晨话锋一转，又道，不过我要把丑话说在前面，一旦他成年了，我虽然不会在秋后算账，把他抓回叙利亚，但我会将你的所作所为告知他身边接触到的每一个人，包括但不限于他的同学、朋友、老师以及未来的另一半。我要让他们都知道他拥有一个怎样的长辈，这样一来，他很可能因为你的所作所为一辈子都在人前抬不起头，从而使他一辈子都在心里对你恨之入骨。我还会让我的手下告诉他，只要他还选择姓马，无论他的人生躲藏到哪里，我都让他逃不开你的阴霾，除非他愿意彻底改姓，从此隐姓埋名。到那个时候，你的孙子会以随了你的姓为耻，他会改姓，他的孩子也一样会和他一样改姓，到时候你这一脉就断了。你死之后，只会有人恨你，不会有人惦记你，你马家一脉将彻底断掉，只留下你的一世骂名。马奎听得头皮发麻，他整个人歇斯底里地脱口吼道，你不能这么做，你不能这么对一个孩子，这么做是不人道的，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，不是古代那种抄家连坐的年代了，你这么做跟野蛮人有什么区别？叶晨哼笑一声，淡淡道，不好意思，我叶晨行事一贯如此，文明的手段只会让你懊恼自己的不小心，但不会让你反思和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，而我就是要让你真真正正为你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，但我偏偏不会给你重来或者改过的机会，我要让你死前的每一秒都充满无尽的痛苦。